大家介绍过这个5种基本手型和5种基本步伐。不过呢，当时因为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开播嘛，所以说当时我们的设备也不行，然后就有好多朋友反映听不清。那今天晚上就给大家在我们简单的过一下。少林功夫里边呢5种基本手型分别是拳、掌、指、爪，还有钩。那第一个呢是拳，拳如牛舌卷草，看如牛舌卷草，竹节内卷，这里边压瓷实了。然后呢，大拇指压于其余4指之上。这个很简单，但它里边呢有几个名称。首先呢，这个地方叫做拳面，打出去的拳面。这个地方呢叫拳心，因为手心手背嘛，握成拳，它就是拳心拳背。好，这个地方大拇指这一块呢，这个地方叫做拳眼，因为它是一个窟窿眼儿，拳眼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拳轮，这个拳轮呢，它就弯的像一轮明月一样，所以说它叫拳轮。总而言之呢当然这个手腕嘛，那握成拳的时候就是拳腕，也叫拳根。好，拳面、拳眼、拳轮、拳心、拳背、拳根，这个就是拳。这个拳呢，它叫做4平拳。为什么叫做4平拳呢？朋友们，超级简单，跟大家说就是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，平的，就这么简单，4平拳。好，那接下来说完了拳，我们接下来向大家介绍这个基本的掌型。少林的掌其实有很多，比如说这个破风掌。然后呢，像这个叫瓦楞掌，其实它也叫钳子手，它是这样抓的，是这样抓的。七星拳里边是这种手型，钳子手。然后呢，最经常用的是这个柳叶掌，比如说像罗汉拳啊、大红拳、小红拳、长拳、炮拳，全都是这个太祖长拳。当然板手的时候就不太一样，板手的时候是要求整个手是放松的，那个板手那个随后我们再给大家慢慢介绍。这个柳叶掌呢，4指并拢，伸直了，4指并拢，然后大拇指扣起来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要4指并拢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如果2个人在实战对抗的时候被抓到这个手指的话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那大拇指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所以说把它扣起来。4根手指头如果同时被人抓住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手腕的力量来挣脱，所以说这样就比较安全。当然有的朋友说了，那比如说少林的这个破风掌如果过去的时候，如果被人抓住手之后怎么办呢？朋友们，咱们不抬这个杠啊，它是有几种基本手型。这个手型的方法呢，这个掌型的方法呢是各有利弊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咱们就主要是了解这个柳叶掌。柳叶掌我们在推人的时候呢，它并不是用掌心这样去推的，它用哪儿推呢？它用掌外沿。朋友们，请看小拇指下边这块肌肉，它很结实，也比较厚。那这块地方呢，叫做掌外沿。如果推的话，就是用掌外沿去推。好，这个地方叫掌外沿。那这个不用说了，掌指手指头嘛。这个掌心、掌背、掌根，也叫掌腕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这个就是柳叶掌了。4平拳和柳叶掌加在一块儿，这个就叫做抱拳礼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我们是左手为掌，右手持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咱们传统文化里边，左为尊，这个掌呢代表和平和包容，拳呢代表怎么说呢？暴力和斗争。所以说以掌压拳，意思就是以和为贵，是这个意思，朋友们。所以说抱拳礼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抱拳礼是这样抱拳礼，有的是这样，有的是这样放在这儿。其实这个抱拳礼呢是放在心口，然后拳和掌推出去。这个里边呢看起来像圆圆的。圆这个图形呢，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图案啊。那其实这个意思呢，在我小时候练武的时候，我们师傅跟我们说，就是五湖这个五湖四海皆兄弟，天下武林是一家。好，这个就是抱拳礼了。那个我在跟外国朋友介绍抱拳礼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抱拳礼怎么说，我就说这个是空腹哈喽，其实一个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抱拳礼。那
这个掌和拳跟大家介绍完了，我们现在说第三个指。这个指呢，它是剑诀指。咱们有一种功夫叫做二指禅，但是我这个体重太大了，我一直没练成。不过呢，这个二指禅呢，它其实是用来点穴、用来戳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剑诀指呢，大家请看，食指和中指两根手指头并在一起，然后呢。无名指和小拇指扣起来，然后这个大拇指压在指甲盖上，哎，这个就是剑诀指了。那比如说咱们的少林的大魔剑，1、2、3，这个就是剑诀指。然后4、5、6，那以后如果有时间再给大家说这个介绍这个剑术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剑诀指，大家要记得这个是练剑用的就行了。当然也不尽然，不都是练剑。比如说咱们少林拳有一套这个简化少林拳。它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，伏地蹬后边一踹，这个也是剑诀指，在拳上也有，但是少，在剑上用这种手型用的最多。好，那现在向大家介绍了3种了，一个是四平拳啊，一个是这个柳叶掌，一个是剑诀指。那第4种手型呢，叫做勾手。勾手呢，这个地方叫做。勾顶，这个地方叫做勾尖儿，然后这个里是勾腕，手腕嘛，勾腕就这么简单。那勾手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武术操的第1节，1双力拳，2双腿掌，3这个双勾手。双勾手的时候，其实要求咱们的勾腕要勾下来。哎，如果大家练成这样，1、2、3。变成这样的话，其实动作就错了，因为它没有积极意义。勾手要勾起来，它为什么要勾起来呢？因为它要控制，朋友们，因为要控制。举个最浅显易懂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散打里边有一个动作叫抱腿摔，在接腿的时候，抱腿摔的第1步是先接腿，接腿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咱们是带着拳套嘛，我们在打散打比赛的时候，带着拳套是没法抓的，所以说要用。这个叫蝴蝶扣，俩勾手扣在一块儿，这叫蝴蝶扣。这个蝴蝶扣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朋友们，大家看啊，手指头的肌肉它很细很弱，但是呢，手腕的肌肉很发达，包括咱们的前臂的肌肉，这块肌肉手腕要比手指头有劲儿多，因为它比它粗得多嘛。所以说，即使是在古早的对抗当中，在很久以前的对抗当中，如果说两个人切磋干嘛，对方的这个拳打过来或者腿踢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手去抓的，因为用手去抓很危险。朋友们，用手去抓很危险。如果对方的腿踢过来，梆一脚踢过来，这个力量很大，然后我用手刚一去抓，可能就把手指头就给崴住了，就很疼。所以说呢，一般也是用双勾手，一挡一接，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散打里边的那个接腿的动作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有勾手这个动作。勾手这个动作大家要记住，它是控制用的，它是控制的，它不是这个小鸡啄米的这种啊，不是小鸡啄米，它是控制的。好，现在给大家介绍4种了，那我们简单复习一下这个四平拳，不用说平的，然后柳叶掌，哎，像一片柳树的叶子一样，现在春天嘛，上面是尖的，中间宽的，下边有细的。好，这是柳叶掌。好，那剑诀指这个不用说了，这个是练剑用这种手型用的最多，这种手法用的最多。然后呢，勾手 hook 勾手勾的，然后控制的，对方呢拳打过来1、2。当然他可以去用勾尖去啊，但是最大的用处呢其实还是控制对方的脖子啊，控制对方的腰啊，控制对方的腿啊，这是用来勾的。最后一种虎爪，这个虎爪就这么简单，老虎的爪子一样。这个虎爪呢在南拳里边比较多，比如说1、2往后一撤3。它是有这个动作的这个惯性，1、2、3，在南拳里边比较多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就是抓下来，就这个动作，这个叫虎爪。所以说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不知道跟大家介绍清楚了没有？那我们5种基本手型呢，分别是拳、掌、指、
勾、找，那大家可以把它叫成全掌。